我是吃瓜公主蒋小慈。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的这部电视剧，可以说算是未来的台湾的骄傲，有机会哦。为什么呢？因为他打算要去参加国际日本大赏、亚洲电视大奖、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纪录片、加拿大多伦多影展重量级的国际奖项。我这个系统的输入，让它一直出现相同的模式，一直出现同样的东西。那么组成这个模式的元素之间，它们相关性就一直增强。哎，我上次不是有帮你装那个金声3号？麦克风呢？放在。这是怎么样？春卷。那么这部剧呢，其实算是戏剧加上这个纪录片的综合版，所以呢，算是很少见的一种戏剧的类型啦。那这样的影集呢，叫做下一步 AI Next I。而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里面的男女主角来到我们的录影现场，欢迎郑兰，欢迎李静。Hello， 陈子好，大家好，我是严正兰。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李静。聊一下在戏剧里面你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然后你在里面的人设是什么，好不好？我在这部戏里面主要有2个角色，第一个角色就是学长 Isaac， 那第二个角色是我用人的状态去演了一个机器人，所以我是同时演人跟机器人在里面做切换，一人分饰2角。对，我就是演一个女科学家，然后跟她年轻时候的角色，就是人的角色有一段感情，但后来就有发生一些扑朔迷离的状态，然后我就把它做成了机器人。你把它做成了机器人，所以他到时候是会听你使唤，就对了。对 ，OK， 好，先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部剧的剧情哦，因为我想很多的观众还没有看过。那先来聊一聊，因为这里面呢，其实就刚刚像说的，郑兰跟这个李静呢，其实他们里面原本是一对这个学长跟学妹有一段感情，但因为呢，就是2个人都非常的热衷 AI， 所以当时有学长呢，就是在实验室，明明是圣诞节应该是要约会的过程当中，他发生了意外，不幸的身亡。李静，你那时候在实验室干嘛？其实我在实验室准备一个礼物。对，我其实是在准备一个礼物要送给 Ava， 所以里面是有爱的巧思在的，对了。但是当时就是发生了意外嘛，那这个意外其实来得很突然，所以对郑兰来说，你里面的戏里面的这个角色女科学家，就以前还是女大学生，她当时应该是内心受到非常大的冲击的。对，因为从剧一开始大家看到 Ava 这个角色，其实她有点天天的、康康的，然后其实她也不是很爱做笔记，然后其实有点邋遢，然后从她生活中可以看得出来，她是有点那种耍仙的那种角色。这什么？这本是我机器人艾西莫夫。对，艾西莫夫的小说。那你在写什么？你的名字 ？Ava。不是啊，我不是叫 Ava， 那你叫什么？我叫 Jenny 啊。你就叫 Ava 啦，英文这么烂，以后写考卷你就写很快。来，送你。那在遭逢这个男朋友车祸巨变之后呢，他就变得非常的厉害，埋首于他的研究，然后对我来讲是还蛮困难的揣摩，因为毕竟我本人就是一个理科这些数理非常糟糕的一个人，对，所以在饰演女科学家的时候，要怎么样看起来很沉稳，然后又遭逢这样的巨变，有这样的层次，就是还蛮挑战的。OK， 所以当时其实，在戏里面的角色，你把所有的精力，或者是说对男朋友的这些精神寄托，全部都埋首在你的学业或者是研究领域里面，对不对？那所以当时你做了哪些事情呢？就是男朋友走了，然后你希望完成他的梦想，你怎么做？其实 Ava 就是很想要打造出一个跟男朋友几乎是一样的机器人。那这中间一些演算法或什么那些函数什么之类，我在饰演的时候，我真的很难一下在拍摄过程中完全的了解。但是对于他制造出机器人这样的心意跟背景，我就觉得其实大家应该都还蛮能够理解，就是对于失去所爱，然后想要把自己最重视的情感，其实我觉得还蛮像艺术家。对我来讲，在饰演的时候不是很像科学家，反而像是一个艺术家在投入他的情感跟他的生命，要制造出他的很重要的男朋友的那个过程。因为这个剧情其实跟过去我们看过的一些好莱坞的电影其实有点雷同嘛。对，如果说像你要打造出一个机器人，戏里面他告诉你你要怎么去让这个机器人知道说，
我希望你变成我想要的样子，你需要去投注他哪些的资料？这个作品呢，其实很开心，有2位导演在执行，然后戏剧的部分就是夏少宇导演，那另外部分就有科学家。当我们在诠释剧情的时候，就有出现，比如说像机器人就会需要人脸辨识，这样他才会知道我是他女朋友。真的在研发的人现身说法，我觉得很有趣。我自己看觉得像 Discovery， 所以意思是说，现实生活中，如果我们要打造出一个真正的幻视，是有难度的，非常难，非常难。OK， 但是因为像李菁，因为你在里面是一人分饰2角嘛，刚刚讲到说，因为其实你演正常学长本人的时候，其实是比较容易一点的，对不对？你在演学长的时候，你自己在揣摩这个角色，你有没有跟郑兰之间有什么互动？其实我觉得演学长跟机器人都很难，因为演学长的时候要具备的是很自然的说出那些专有名词，它就是科技的东西，那是他生活的一部分。那对我来说，我虽然是有一点点相关的背景，就是我大学是学电脑通讯，可是里面讲的专有名词，我大学完全没有碰过，所以跟郑兰一样，我们2个都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个专有名词。你们是在一个起跑线上，对不对？我们是演员，对，同一个起跑点。那演机器人有机器人的难度。那我一直在想，其实，在演机器人的过程，我不太能眨眼睛，这是一个难度。对，因为我看你好像都没有眨眼，我看这个预告片里面，你的眼睛是这样的，很厉害。我是抓固定的频率眨眼，平常不眨眼睛。那我如果真的眼睛受不了，就是硬眨那一下。那它也是有固定的频率，不会一直眨眼睛。那这个是我在做人跟机器人的区分上面的，比较想要让观众直接就可以知道我现在的状态是机器人还是人类。我也没有办法正常呼吸，因为呼吸这边会有起伏，会动嘛，对不对？所以在用机器人状态讲话的时候，几乎都没有呼吸。那你的憋气哦，一边憋着气一边聊台词嘛，记台词。那这会不会影响？对啊，这会不会影响你？中间其实有几度有演到手会麻掉，就缺氧。但是就是把那一趴演完，然后赶快休息一下，调整一下状态之后，马上再接下一段的演出。那后来我其实想一想，我觉得不眨眼睛很难，不呼吸很难，还有一个很难就是郑兰在跟我对戏的时候，他有情绪的时候，我不能做反应。这是一个我觉得蛮难的，因为有时候他在哭的时候，我看看我会想哭，但是我是机器人的状态，所以我应该就是盯在那边。你要要比木讷还要更木讷就对了。对，但是在对戏的过程，我已经有接收到他的情绪，可是我却要装作没有感觉，真的，这也是蛮难的。同样的，对郑兰来说，你也会蛮难的，因为你要面对一个木头说话，就是一个完全面无表情，都已经哭成这样了。然后一点 feedback 都没有，是不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感觉反而有辅助到我的哭戏，因为更有一种自己好像在打一个很无力的一个球赛的那种感觉，就是你丢东西给他，但他却什么都没有办法回馈给你的时候，就有一种更加无助的感觉。我不知道人为什么会死，又为什么要活着？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灵魂不属于躯体，能在躯体消失后继续存在。演机器人，这毕竟不是我们平常的常态嘛，尤其是你所有的呼吸啊等等说话方式，连讲话你都要这样哒哒哒哒哒，像打字机一样。你自己在家有练习吗？还是说你自己有没有分什么样的阶段？因为机器人也是一直不断在演进演变。我有分阶段，最一开始的阶段就是我说话断句不会有逻辑，我有时候可能讲一讲就，他会就是不是照正常的顺序，它会断在不是逗号的地方，对，不是逗号的地方。那 Ava 有做调整，所以我是随着她的调整去改变我说话的方式，后面才会比较接近人类讲话的速度。所以你一开始其实就是真的就是像我们那种真的很 AI 的 AI， 后面就是真的有比较自然，后面就是接近人类说话方式的 AI。那比如说像在走路啊，或是整体姿势上来讲，你会不会去做一些调整？因为机器人都是这样，就是不动的嘛。就是我在关节的设定上有刻意的锁死。怎么说？怎么锁死？可能手腕是一个关节，手头是一个关节，然后这边是一个关节。所以如果人类拿东西，这边有个东西，可能我这样子就拿到，那我机器人可能会。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做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就是我
不要做后置的情况下，我就可以让人家分辨我到底现在是机器人还是人类。哦，就是让观众可以自我切换就对了，对，光看你的表演。OK， 那因为像郑兰，因为上一部你大家比较熟悉的是花甲嘛，那个时候里面的造型就是男生的扮相，但是是一个女孩。这一次其实前半段就像你说的有点傻白甜，就是比较傻大姐这样的女大学生，后面是一个带有很多沮丧情绪的一个女科学家。虽然说她很厉害，可是确实心情上是沮丧。你自己怎么样去切换这样的两种这么不一样的情绪？其实一开始在演的时候，我觉得很挑战，因为这个角色的年龄也比较设定上是比我本人还要再高的。然后他在研究科学家那个精神，我就想了很多，想说要怎么样可以让他看起来就是真的是很废寝忘食，然后非常努力的状态。然后还蛮跟导演乱提说，还是他头发上面有很多的头皮屑，还是他没洗头这样。班长，我们画面很深的黑眼圈好不好？为什么？但导演不要，导演就说。你就正常的，还是正常的样子。因为像我们今天的那个首映的状态，也有看到真的女科学家，才34岁，其实看起来就真的是漂漂亮亮的。对，所以其实它是有一点点颠覆我们旧既定印象里面所谓女科学家的样子，疯狂博士什么的没有。但是，所以在情绪上面，你刚刚说了，就是你去投射了一些自己内心本人比较低落情绪的一些事情在上面，可不可以透露一下大概是什么样的事情？透露大概是，就是对于失去挚爱这件事情，我的话就是失去我爸爸这件事情，或者是很多生命中各种的离别都可以套用在，我觉得悲伤都是不能比较的，其实难过是不能比较的，因为难过人就是真的很难过。对我来讲 ，Eva 的难过就是，我今天在看片段的时候还是很想哭，就是对我来讲真的是很交融在一起的状态，跟这个角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我也真的很希望我爸有一个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出现这样子。所以其实你内心是希望，就是当你在演这个角色，你是有期望，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念想，就是说我的爸爸是不是可以像机器人这样子出现在我面前，会同时有这样的去反思，然后去想象真的失去的亲人，或者是生命中很重要的人之类的，就是如果变成机器人，自己是不是也会喜欢这个状态？我觉得眼神这个东西应该就是机器人没有办法复制的，因为就像李静不眨眼睛，在演机器人的时候，对，我觉得人很可贵的东西，就是因为我们会独立思考。如果你今天有一个机器人很像我们可能失去的某位挚爱，它只是样子是它，它呈现的东西也是我们喂给它的，我们输入让它输出，所以那些设定是我们印象中的设定。可是如果今天同样的情形，这个人还在的话，他可能会有其他的选择。对，那它呈现出来都是我们的设定，那其实久而看到它就会觉得，越想到那种痛。就是那个人不在了，但其实现在眼前这个人也是假的，反而是悲伤的一种提醒，反而蛮悲伤的。当然，因为这部影集其实不长，就是3集，当然里面还有很多科学上的知识，因为里面有18位台湾很优秀的科学家，都是在 AI 人工智慧领域是非常数1数2的人选，都在里面有出现。当然是希望说大家可以对 AI 人工智慧有一些不同的领悟，也希望这些剧情可以去激起一些大家的启发。下一部 AI Next Eye 这部戏呢，我觉得一定要推广给大家看，因为我们生活中很多很方便、很实用的APP 也好，或者是我们正在运用但不知道自己在使用的科技，这些过程或是背后付出了多少的心血，其实大家一看之后就会知道，我们其实不是所有东西都是理所当然、垂手可得的。那这个作品呢，非常的有质感，我自己觉得很惊艳，不像是就是小时候上课的时候吹冷气看到的那种，都很好看。然后画面的精致或者是故事的状态，相信大家看就是会觉得就学到还蛮多，然后也很感动这样子。好，那最后再来重复一下哦，这部剧呢将会在5月16号周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会播出，当然中天亚洲台也会播出。那希望大家，如果你喜欢 AI 科技的话，或者是你喜欢李静也喜欢郑兰的话，都欢迎准时锁定了。娱乐有意思，我们下个礼拜见，拜拜，拜拜。
想看最新影剧话题，打开 YouTube 搜寻中天娱乐频道，按赞、订阅、加分享，还要开启小铃铛，精彩新闻不漏接。